你这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在一个宝库里面看到的，觉得还不错，就带回来给你玩。这应该不是个单纯的镜子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面镜子只要有灵力，即便两面镜子相隔万里，也能看到对方的状况。可惜画质没有手机的清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很喜欢。撒谎，不喜欢就碎了。啊，你干嘛呀？我喜欢，你还我，这可是你专程给我带的礼物，你给我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这便是答谢礼啊。我要澄清，这个不是感谢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就是形容两个人心意相通，互相倾慕。不是男朋友，是什么？今日，老夫要与你们细说凤山灵火。灵火是根尘仙府立府的根本。滋养着整个仙府的灵脉。如果没了灵火，根尘仙府地界将灵气全无，从仙府变成贫瘠荒地，天运也会颓丧。司马一族以血供养灵火，他们既守护了仙府的繁荣，也因此获得了高于普通之人的特殊能力。曾有几位大能飞升成神。司马娇，是我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啊，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在这儿能用上视频通话。视频？什么是视频通话？就是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彼此能看到彼此，能听到对方说话。你们魔域也有这流光镜？可以说有吧，但是我们不叫它流光镜，叫它手机。你好厉害啊！我随口一说直播，亏你能实现它。有了这流光镜，我便能时刻都提醒你，我这师祖一直都在。想让我记挂你就直说嘛，还要搞这么一套说辞。你这个司马娇的娇，其实该用傲娇的娇吧？上次你说想看直播，我便来了三圣山。哦，高塔跟宫殿都在重建了。哎，你的隐身术不是有时间限制吗？你小心一点，别被发现了。不必担心，我以障眼法行事，我心中有数。那就好。你拿高一点，你拿高一点，你这样我看不清楚后面有什么。司马娇。喂，喂，流光镜也会没信号吗？你们在此处感应灵火下落，若有发现，及时禀报。喂，画面怎么不动了？什么人？
刚才是否有其他人进来？你们是都没长眼睛吗？还是说这是你们的房间？我堂堂幕府兄妹二人，要给你们让位啊！师姑，最近确有传闻，幕府老爷的外孙子女要来此处求学。不过是一些攀附我们施家的无名之辈罢了。走。给你玩。这是那对刁蛮兄妹。是。我们不是去向诗千里复仇的吗？扮成他们这样干嘛？你让我低调些，我便以这二人的身份掩人耳目。他们是外府穆家老爷的外孙子女，穆家与施氏一族多年联姻，便是施氏一族的势力。但幕府在洛河仙方这一边缘地带，位置隐蔽，以他们的身份，不会被施千里察觉。哦，明白，大概就是方便咱们复仇，又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可算来了，外祖。好，好，好，看到你们没有受累，外祖就安心了。往后啊，你们便和其他学子一样，住在这陈学府内，务必要好好学习，不要丢了我穆家和夜游宫的脸呐。看来我们真的是要去上学了。不去便是。这种学府，枯燥得很。可是我们在借身份行事啊，不去的话暴露了怎么办啊？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稍后便随管家去陈学府验明吧。这你看过吗？这怎么没看过？就是。夫子来了，夫子来了。众所周知，修为的高低决定了灵力和术法的强弱。这是咱们的老夫子，这也太……认真听讲。令春，令春，明天晚上陈学府的学子要去锦绣画堂参加集会，你来吗？什么集会？术法交流吗？哪能从早到晚一直学呀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罢了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各大家族的公子小姐都会出席，是个交朋友的好机会。令春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哎，虽然能吃吃喝喝，但总感觉这宴会上的公子小姐们会找麻烦。而且我这原身永令春大小姐，看上去也不是个省事儿的主，万一牵扯出什么过往的恩怨，到底要不要去呢？这一整个教室的人，除了司马娇都去了，万一我再不去给他打个掩护的话，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岂不是更麻烦？有点想念司马娇带我出席花宴的日子了。他现在应该到处在找10千里蓄养的那簇灵火吧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怎么有种异地恋的感觉？500年了，这世事的灵智还是依旧灵气充沛。施千里，你的日子过得着实安稳，也该便便了。暗火已种下，如今便只等那烛火的东风了。夫人，失事重地，不可入内。
你若在此处感应到凤山灵火的下落，立即禀报于我。是。师祖，师祖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正要去找公主。公主，这几日接连有宫中弟子在练功之时走火入魔，变得魔怔痴傻。他们皆是我宫几百年来修为极高，已然修成炼虚的弟子啊！一直炼虚，下一步就是合体。看来司马娇说的没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我去找师掌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师掌门，师氏世代侍奉师祖，恐怕如今只有你能救我。哎，田公主，你我感情深厚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的。这样，你且回去等待消息，我即刻便去白鹿崖。谢师掌门。天无涯呢？天无涯他一大早就去寻诗千缕了。天无涯真是诗千缕的一条好狗，诗千缕那个老东西定会来为他求情。那我们要去见诗千缕吗？我才没这兴致和那老东西你来我去的猜哑谜。走吧，我们叫上庭燕一起吧。他一个魔域的奸细，比仙府之人还要正派，又见不得血，还是外教。师祖，其实我也很害怕看到尸体的。你跟了我几百年了，这点障眼法都看不出来吗？障眼法？莫非那些天之宫的弟子，并没有真的走火入魔，而是师祖您为了震慑住天无涯所制造出来的假象？来人！人呢？你疯了你！若不是公主你盗来白鹿崖灵脉，我们也不会至此颠地。胆敢妄言，还要杀我！求师祖饶我一命。晚了。司马娇，你欺人太甚！妄图用凡间功法打败我，你窃取我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想必你现在的修为比我低不了多少吧？若运功用灵术反击，还能与我有个来回。怎么不用？原来是做贼心虚，怕运功会被反噬。你要如何才肯放过我？你自己动手，我满意了，便留你一条命。我错了，求师祖饶我一命。
满意了吧？你对自己还真是心慈手软。只可惜，白鹿崖的灵脉没有问题。道真，一试便知。你宁可一身功法无处施展，也不敢放手一搏，那我留你还有何用啊？我没事。司马乔，你耍我！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枪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你可还记得这些？你这是想以彼之道，还之彼身。师祖，我没有灵魂护体，受此定刑，只怕会没命啊！我法力强大，便理应受这500年的定刑之苦吗？我当你错过了什么？天无涯死了，司马乔，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在白鹿崖等了司马乔半晌，不见我就算了，他明明知道我是为了天无涯来求情的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把他给杀了。这天无涯向来与我们交好，现如今我们连他的性命都护不住。这要是落在其他公主的眼里，恐怕会怀疑我们平定内乱的能力，怕是日后不会再听您的差遣。此番司马乔对天无涯下手，怕是没那么简单。他这是在敲山震虎啊！难道他察觉了我们的计划？他若是真的察觉，别说是我们失势，连整个庚城仙府都有可能被他毁了。照我看来，他应该是还不知情吧。师祖，是仙侣正在召集其他各大宫的公主。果然是沉不住气了。但是天无涯已经死了，即使想要扶持新的公主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啊。他召集他们干嘛呢？无非是封印我，或者杀了我。翻来覆去，不就这些伎俩吗？如果封印我，看来他的功法已深不可测。他若杀了我，他如何敢对您动杀心啊？如今庚辰仙府只有您才能供奉灵火，他是不想修炼了吧？才做如此愚蠢之事。若想杀我，他背后的心思就有意思了。想必天之宫公主的事情，大家都已经听说了。这师祖实在太过残忍，堂堂的一宫之主，说杀便杀。哎呀，原本以为师祖只杀殷流年那等敌对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师祖的疯魔性子啊！他既然杀了天无涯，那就说明他仍旧对当年上一辈封印他之事耿耿于怀呀。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，重启封印阵法，将他封印。如今天无涯已死，新公主又尚未成气候，凭我们几个够吗？
唉，师祖生来性情古怪，从小便残忍嗜杀。我本想去感化于他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已然是无药可救啊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那石某此番也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好，有师掌门相助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大家都同意吗？叶公主，若司马娇被封印，我便更难寻到杀他的机会了。40之宫的袁公主看似有话要讲，不知是何意？我觉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若贸然启动封印阵法，我们必定会两败俱伤，恐怕本宫的弟子全部要搭上。这样的代价，是否值得？我们可都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他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天乌崖便是个例子。我袁某人就没喝过司马氏的血。哎呀，你没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不代表你先祖没喝过呀。师祖难不成会放过你？那天无涯怎么死的？天乌崖是因为偷了灵脉，才会被师祖惩处。若大家对师祖没生二心，师祖也未必会斤斤计较。哦，我知晓了，袁公主，你是因为你那40之宫的小弟子得了师祖的青睐，你便犹豫了。荒唐！师祖，果然如您所料，侍仙侣已经召集其他公主，在商议要封印您的事。除了40之宫的公主没有听从，其他人皆同意了他的举措。不过入灵没有表态。40之宫，师祖，恕罪呀！真新鲜，8大宫竟出了个聪明人。按照您之前的推测，侍仙侣现在的修为已经颇高了，能代替天乌崖行封印之术，至少也是个合体。说不定已经攻至大成了。那岂不是和师祖现在一样？他也配跟我比吗？侍仙侣应该会利用袁彻的弱点为他所用。不过这个袁彻，我之前并未留意过。你去找找，看他有什么软肋。是。且看我们谁能赢这一步棋了。父亲，这袁彻如此冥顽不灵，定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看来得需要用点手段才行啊。你小瞧他了，此前师祖出山，他如同神隐，万分的谨慎小心。现在他攻下那个弟子廖廷彦，深受司马娇的信任，那他更不敢轻易的开罪他了。想要让他反，就得拿出他的七寸了。哎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叫袁商啊？之前因为灵根受损而郁郁不得志啊。袁彻为了他呀，可操了不少心啊。等我寻个机会，杀了这袁商，再推给司马娇。你要弄死他？也不是不可以哦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，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
阵法乃8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8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8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衙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8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！哎呀！不是！死了。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8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乐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2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小火苗，救我！开！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
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哼哼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，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揭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啊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进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，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8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
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哼，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诗千缕吗？诗千缕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火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诗千缕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封山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八大公只是提线木偶，诗千缕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诗千缕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诗千缕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诗千缕的伪装而已，她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，不会有同事来串门。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途，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，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我说你们魔域费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还没消息，你只需知道，只有他能杀了司马娇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
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这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不好，玉蓉蓉的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！还好，他的魂魄还未散去。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？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，还好，仙府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。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8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！好难受！师祖，我好难受呀！师祖，好难受师祖，
把火拿出来！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公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公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地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要杀你。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走开，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啊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。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
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我这算是又苟了一天。魔域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花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逆生石谷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，谁也琢磨不透。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早日杀了她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她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琰的蚀骨之毒吗？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，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琰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，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
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。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师祖，我怎么在您的殿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我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
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就不想杀我。庚辰仙府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要不是只有我能供养灵火，要不是灵火能滋养整个庚辰仙府，要不是他们打不过我，我早就被分而食之了。魔域一直想毁了庚辰仙府，熄灭灵火，应该杀了我才是。怎么，他不想杀我？今天过得这么惊心动魄，我这晚上肯定又睡不好了。真是可笑，真人之事问出来的答案不会有假。若他真无杀心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500年，新月夜。师姑，我们在中心塔下日日等待，但这扇门从未为我们打开过。师祖他真的会见我们吗？难道你跟那些人一样浅薄？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走吧。不，师姑，我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师祖。公主曾经说过，在这位师祖面前，试图掩藏自己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需要拿出最谦卑、最虔诚的姿态，将我们的心思都暴露给他。只要我继续坚持下去，师祖一定会被我触动的。蛇兄真是好心办坏事，我还没好好休息几天呢，又要上班了。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还请师祖收下弟子。真是个勇士，竟然主动要求去面对那喜怒无常的诅咒，怪不得人家能当领头大佬。这个思想觉悟真不是盖的，我要是能跟他换换就好了。嗨，你竟然还未死！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见到我都说这话，我才不死呢！我要苟活着。你若是想要苟活，就离这里远一点。我倒是想啊。这师祖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上班也不给我个门禁卡，怎么进去啊？师姑，这小弟子恐怕不了解师祖的脾性，要不要提醒他？何必多管闲事？能在这么近的地方安全待着的，唯有你我二人。此人今日怕是要死在这塔下。师祖，我来上班啦！这怎么会？这个门是敲一敲就能进的吗？方才那个弟子是怎么进去的？不知道师祖会让我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
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我从乾坤袋里掏出来的。但是我不太会用灵力，我就只会往外拿，不会往里收。放下你那些破烂，跟我来。师祖，外面那个人是死了吗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比起那些能一眼看透的贪婪，我更讨厌那些已经失去脑子和灵魂的傀儡，连杀他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那为什么？他太吵了，令我有些厌烦。嫌烦就要动手吗？这祖宗好疯啊！好累啊，这比挤地铁还累。走不动了。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看来这祖宗是闲得太无聊了，就想玩死我。以前上班至少还能做个人，来到休闲世界打工，却只能做领导的玩具了。你先打扫这层。别说，这视野倒真挺不错的，就是师祖喜怒无常的，有点破坏上班体验。不过，在这高塔里独自闭关500年，性格变扭曲了，也不奇怪。师祖，你看我多努力啊，干活呢。师兄，是你呀！我以为老板来查岗呢，吓我一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，你要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仙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戕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饶命啊！我什么也没干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。
师祖，我灵力低微，帮不了您，要不我先下班了哈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师祖，您是不是发烧了？我给您探探。掌心紧握，彼岸闪烁，让你我烙下份炽热，迷离不说，鸳鸯执着，凝结成琥珀。望着眼前的叶落，借一笔水墨。师祖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，我绝对没有半点要冒犯您的意思。它竟然能缓解灵火带给我的灼烧之痛。